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呢，安格斯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一颗粉红色品种的迷你香水文心兰。这一颗的英文名字叫做 Oncidium Twinkle， 那它是一个粉红色的品种嘛。那如果你跟我频道一段时间这一颗兰花对你来说应该不陌生，因为去年它有开花，而在先前呢，我也做过另外一个影片，是针对于这一颗兰花在开花之前所遇到的一些病虫害的问题，还有我如何的处理。这颗兰花的盛开呢，是在2019年的1月中旬左右。那其实如果我回想起来正确的话，这颗兰花当时呢，因为有蝸牛的问题，所以它之前长的7、8个花梗，在10月中旬的时候都已经完全枯掉，没有继续生长。那个时候我还紧急出盆做了一些处理的动作。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没有新的花梗，但是到了12月初2018年的12月初，也就是大概1个半月过后，这颗兰花呢就非常迅速的长了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花梗然后继续长之后呢所开出来的花。所以这颗兰花其实它可能也是因为时间这个刚好这个时间点的关系，所以即便是它有那个问题这个兰花本身知道它需要开花，所以呢，在很小很小新长出来的小苗它就在还没有成熟的情况之下呢，就长花梗，然后开花。那之前长的7、8个花梗就完全干掉，你在影片里面都还能够看到一些干掉的没有长完全的这个花梗在背景后面。那你如果再注意看这个影片，你也会看得到有一些花梗是从就是长得非常非常小的这个侧芽长出来的花梗其实这个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因为一般来说文心兰都是要等到它的球茎它整个那个球茎成熟之后，它才会从球茎的两侧长出花梗，然后开花。然后呢，它一旦开过花之后呢，那个球茎呢，它就不会再开花了。就是要等到新的侧芽长出来，长成熟变球茎之后呢，时间到了，它才会再长出花梗，再来开花。那这颗兰花呢，目前我就是用水培的方式在种植这颗兰花了。因为之前呢是用有介质的半水耕，但是因为有了蝸牛的问题，所以呢紧急出盆处理之后呢，那因为它当时又接着马上长了花梗，我还没有来得及把它种回去介质半水耕的这样的种植方式，所以呢现在就是沿用它这个当时让它休息的这样水耕的种植方式。那它既然正在开花，所以我就尽量不去动它。那我还没有决定我到底是不是要把它继续水培，还是再换另外别的方式种植，或者是种回水草的这样子的一个种植方式，我还没有决定，到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后来对这颗兰花开完花之后的一个处理或者是一个改变。那在接下来的这个影片的片段呢，就是这一颗兰花从12月初，2018年的12月初，它开始重新长花梗，然后一直到它开始长花苞，然后花苞开始开花的一个过程的记录。那这一种香水文心兰它是迷你型的它其实比起一般正常尺寸的文心兰来说对于在家里面养兰花的人来说，是一个比较节省空间的一种小型兰花。那它的香味呢，其实非常的宜人其实有时候闻起来，我个人觉得蛮像是糖浆的，非常的甜。那有些朋友叙述说，这种粉红色品种它的香味也蛮像是香草的味道，再加上一点点稍微辣辣的味道。
那也有的人跟我形容说它的味道有一点点肉桂的那种甜味。所以呢，每一个人的味道都不太一样。那这一颗兰花呢，之所以它有一些叶子的尾端开始变黄啊，到最后其实我是有把它修剪掉，但一般来说，我个人不是很 care 那样子的一个黄掉的叶尖哦。但是那种问题一般来说啊，跟养分是有关系的。再来第二个可能性，根据我的这个调查，还有一些兰友他们提供的一些经验是说啊，环境上面的湿度啊，也会影响到这个叶子它的尖端的这个黄掉的部分。所以不外乎就是两个比较大的原因是大家比较有共识的，一个就是养分，它有一些特别养分的缺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环境上的湿度对这颗兰花的叶尖所造成那样子黄黄啊干掉的影响。那在浇水方面呢，这颗兰花在之前介质半水耕这样的种植方式，我的浇水周期大概是2周左右，2到3周，等到杯内完全没有水分、没有水汽，我才重新给它浇水。那每当施肥的时候呢，我使用的浓度，施肥浓度也是只有这个肥料它本身上面标签上写建议浓度的1/4。因为我喜欢的这个兰花施肥的浓度，我是喜欢就是勤施肥料，但是是薄肥哦，所以有一句话叫薄肥勤施，就是次数可以稍微频繁一点，但是你的浓度每一次不要太高，以免伤害兰花根系。那现在因为它是属于水培的一个种植方式，在这个小的8盎司的这个小塑胶杯里面哦，我其实在它接近没有水的时候呢，我会斟酌看当时的天气，还有我这边环境的湿度来决定是不是给它来个1天到2天，就是当它根系已经完全干了然后在之后的1天或2天让它继续干，然后再重新给它水。那我给它水的这个水位大概就是刚刚你看到这个杯底，大概就是1/3左右那有时候我甚至加到1/2，不过这个就是要看你有没有把握，因为有时候1/2对于这种文心兰来说啊，它有时候因为根系比较细，它虹吸作用比较好，我发现它的根部兰花根部的地方啊，就是会比较容易太潮湿，而导致于就是球茎跟球茎之间它的一些组织啊，会比较因为太湿而导致有一点点溃烂的现象。所以如果有那样情况发生的时候，其实我会建议你把水位降低，让它底部的根系能够吸水吸上去就好，而不要因为水位太高而导致兰花的根部球茎跟球茎之间那些部位中间有太多湿度跟水分的残留。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这颗兰花，这种迷你香水文心兰品种的兰花呢，它其实有不同的颜色那有白色的，有黄色的，有这种粉红色的，还有另外一种偏橘红色的这是4种我比较常看到有人养的。那在西方这边呢，这一种迷你香水文心兰啊，有一个就大家比较常开玩笑的玩笑话，就是说你只要养兰花，这种兰花几乎是每个养兰的人都应该要有的一款兰花。原因是因为啊，其实这种兰花你不需要太去怎么样细心照顾它，基本上每一年时间到了，它都会多少开一些花当然你养得好，养分对了，它就会多几个花梗，多开一些花。但是我也曾经看到过有些兰花，它就是不怎么样被照顾，还是能够有1-2根花梗出来的那最后面的这些片段呢，其实就是我把它带到办公室去了的一个片段，给大家也顺便观赏一下他们在另外一个不同环境下的一个状况。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